大秦边境，一座青铜打造的现代都市拔地而起，里面的人使用的全都是青铜器打造的现代武器，甚至还有跑车、轮船。只因我穿越成了始皇帝嬴政长子扶苏，本来想混吃等死，却没想到觉醒了科技大秦系统。我熟读历史，不想重蹈扶苏被迫自杀的覆辙，于是主动上书嬴政，请求镇守大秦边疆郾城。10几年后，我亲手将昔日破败的郾城打造成了青铜朋克盛世。自从我来到这里，守军人手一把青铜 M4，守边长城也是由青铜浇铸而成。就在我计划远征草原，一统天下之际，始皇帝嬴政忽然亲自率领一行人远赴塞北，前来郾城视察。一行人抵达塞北后，坐在马车里的嬴政目光落在那座青铜巨城之上，身躯猛地一僵，彻底愣住。这座城池恢宏壮阔，远超大秦都城咸阳。别说它是偏远破败的塞北郾城，即便有人告诉他这是咸阳城，他也万万不敢置信。这里哪里还有之前塞北边城的样子？马车缓缓驶入郾城，嬴政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，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得说不出话来。郾城的地面没有大秦境内随处可见的黄土深沙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青铜锻铸的精致地砖，层层叠叠。这种铸造技艺远超大秦现有水平，其美观度与坚固性也与秦国境内所有的青铜器截然不同。刚一进入郾城，便见到如此发达的景象，嬴政的心头掀起了巨大的震撼。随行的众人个个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，大臣与侍卫们都懵了。有人蹲在路边，张着大嘴反复思考它的构造；有人看着气势恢宏的青铜城墙与楼宇，眼神里全是茫然。不只是嬴政，赵高和胡亥也有些手足无措，以为自己误闯天家。就在这满场震撼、一片寂静之时，一阵不合时宜的嘲笑声突兀地划破了郾城的上空。相公，你快看这群人，真没见过世面，一个地砖都把他们看呆了，真是笑死人家了。就是，肯定是不知道哪儿来的乡下老包子。不过第一次来郾城，见识到这种景象，被震惊成这样，倒也正常。秦始皇顿时有些恼怒，他可是始皇帝，扫六合卷八荒的千古一帝，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如此当面嘲笑他。他强压心中的怒火，收回目光。没想到扶苏将这郾城治理得不错，难道说真像胡亥和赵高所言那样，扶苏真有谋反之意？看来这次微服私访一定得仔细探查一番。嬴政对随行的人员们说道：“此行探查为微服私访，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暴露身份，你们一定要牢记于心。”众人立刻鞠躬行礼，承诺一定会遵守命令。嬴政随后看向胡亥和赵高说道：“你们二人先行一步，去看看城里的情况。”胡亥和赵高领命离开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美艳的少妇跟着二人回来。这女人穿着黑丝包臀裙、高跟鞋，风情万种。你们好，我是郾城的接待员。随行官员们看着美艳绝伦的接待员，看出了神。为什么这女人穿着从未见过的奇怪衣服，但却有一种别样的风味？接待员笑盈盈地对嬴政一行人说道：“我隶属于郾城户籍管理局，请问各位此次前来所谓何事？”我们此次是为访友，不过我倒是听说过我大秦有耕籍管理制度，可这户籍管理又是什么？又有什么规矩？接待员依然带着职业微笑，原来是访友啊。招待员对着不远处的户籍管理局说道：“请各位随我前往办事处，只需说明前来目的，核对身份后即可入城。”身后的赵高闻听此言，从怀里掏出竹简。赵高对接待员说：“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我们都有各自的身份证明，在当地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又不会赖在你这儿边陲小城。”接待员笑着摇了摇头：“诸位有所不知，我们入城手续不只是核对身份、说明来意，还需要根据诸位的目的确定好入城和离开时间，在手续过期之前必须离开，不然被查到将会被遣返并罚款。我们郾城此举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各位安全，也是为了防止有外人非法滞留。”胡亥看见接待员一脸自信阳光的样子，顿时有种被冒犯的感觉，一脸不快。非法滞留？你们这小小郾城只是一个边陲小镇，又不是什么极乐世界，还需要防止外人非法滞留，真是笑话。哪怕是我们真龙天子脚下的咸阳城，也没有实行如此严苛的管理制度，真是多此一举。接待员面不改色：“诸位客官，您应该是第一次来我们郾城，恕我直言，
这咸阳城虽然贵为首都，但论起百姓的生活质量，别说是咸阳城，天底下应该都找不到任何一处可以媲美燕城的地方。每年从边界试图偷渡进来的人不计其数，这才不得不成立户籍管理局，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。这也是为了燕城发展的长久之计。偷渡者不计其数。嬴政看向赵高的脸色不太好，要知道秦朝的耕籍制度实行极为严格。如此大规模的偷渡事件，身为皇帝，他居然毫不知情。这其中究竟是谁在隐瞒，又有什么计划？接待员微笑着解释了原因：只因我将燕城治理得极其繁荣，周围百姓都进入我燕城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而且我虽然规定偷渡者要罚款，但实则被遣返者都会收到我赠予的返乡盘缠。如此，燕城的口碑自然越来越好，试图入境之人便越来越多。还请诸位返乡之后不要外传，如此大规模偷渡，万一被当今圣上知道了，这不是打他老人家脸吗？赵高看着眼前面带微笑、滔滔不绝的接待员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你这都快骑着皇帝的脖子拉屎了。众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嬴政，生怕他一怒下令砍了眼前的接待员。一旁的护卫将手默默放在了剑柄上，只等秦始皇一声令下，就准备随时拔剑。一旁的嬴政怒极反笑。看来在这所谓燕城城主的治理下，燕城还真称得上人间仙境。那我们就一起好好参观一下，这燕城到底有多繁华，敢说比咸阳城还要富庶。显然，随行的一众人已经看出嬴政已经颇为不悦。一旁的胡亥内心暗自窃喜，暗道自己大哥实在是太客气了，不声不响给自己送上一道神助攻。这样一来，自己离皇位就更进一步了。众人在接待员的引领下前往燕城户籍管理局，每个人都显得很沉默，各怀鬼胎。不多时，众人都来到了管理局。女接待员回过头，指着大厅内竖立的告示牌说道：我需要提醒各位客官一件事，凡是进入我燕城境内的人，一律禁止携带武器，我管理局可代为托管。此言一出，赵高立刻颇为不满地提出质问：禁止带刀，如果遇到歹人怎么办？若有人在城中试图伤害我们大人，难道我们要赤手空拳搏斗不成？一阵嘲笑声传来，一个衣着华贵的路人说道：都什么年代了，刺杀还需要用刀？现在刺杀都用的是枪支弹药，你们就算带刀又有什么用？再者说，这里又不是秦国其他地方，到处都有安保和士兵巡逻，只要有人敢伤人，凭你是什么神仙，也逃不过燕城护卫的追捕。更何况私自携带武器要被处罚，你们还是别自作多情了。面对嘲讽，嬴政一行人并没有任何反应，只因此时他们全都被富丽堂皇的大厅吸引了注意力。燕城户籍管理局内部无比宽敞，且秩序井然，周围持枪的士兵表情肃穆地走来走去。接待员看着众人震惊的表情，微微一笑：诸位客官，这些士兵们手里拿的武器叫做枪，其攻击方式近似我大秦的弓箭，不过不需要人力拉弓蓄力，只需扣动扳机即可在100米范围内杀人于无形。突然，安检队伍最前方，一个壮汉重重拍了一下安检前台：你告诉我，衣服能带，烧饼能带，这么多行李都能带，为什么就这坛子酒不能带？管理员一脸无奈地说道：先生，这是我们管理局的规定。那个壮汉愤愤不平，忽然之间猛地打开酒坛子，开始大口喝起来，在周围人诧异的目光中将这坛酒一饮而尽。那人打了个长长的酒嗝，对管理员说道：这回呢？这回能行了吧？管理员笑容僵在脸上，做了个请进的手势。只见那壮汉的脸肉眼可见的变红，摇摇晃晃地走向出口，嘴里念叨着：酒是粮食精，越喝越年轻。俺刚在景阳山打死了只老虎。话音刚落，壮汉被一群身着制服的人包围了。领头的人严肃地问道：你说你刚刚打死了一只老虎？壮汉醉醺醺地点了点头。领头的人冷笑一声：我们是燕城动物保护局的执法人员，你涉嫌故意伤害野生动物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那壮汉就这样被几个执法人员拖走了。你们这燕城入境还需要安检？接待员看见刚刚的一幕，也是很无奈地说道：是的，这都是曾经的一次次意外换取的教训。自从入境安检的规则确立，像刚刚说的恶性事件已经极少发生了。我们城主大人说，这是叫防患于未然。虽然增加了一些人力和时间成本，但是燕城居民的生活安全指数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。此时的嬴政内心很不是滋味，他原本同意扶苏来这塞北边疆之地，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吃点苦头，知道京城的好，
才能更好的教育他好好听话。此次前来也是想狠狠教训一下自己这个长子，顺便看看扶苏的吃苦日常。却不料这里的百姓似乎过着比京城更好的日子，仿佛成为郾城的百姓给个神仙都不换，更有着数不清的他从未听说过的东西。嬴政心里酸酸的，满是不解。此时队伍排到了他们，管理员穿着他们从未见过的职业装，微笑着说道：“姓名籍贯，来郾城的目的。”赵高上前掏出代表自己身份的竹简：“我叫赵高，现居咸阳城，来此目的是访友。”嬴政在此次暗访之前就命人做了充足的准备，为了不泄露真实身份，此时他们的身份都是赵高手下的杂役、门生或同乡。身为皇帝，伪造自己的身份对他来说自然不难。原来是访友啊，不知各位所访友人是谁？赵高一愣，自己都已经报出了名号，这接待员非但不立即下跪行礼，反而神色如常。赵高有些不满地继续说道：“你这小子这般无礼，难道说你没听说过我赵高不成？”管理员闻听此言，轻笑一声：“赵大人，我当然听说过您的名字，但自从郾城城主上任以来，早已定下了规矩，无论官职，无论地位，郾城城中人人平等。所谓官员，在我郾城不但没有特权，反而是城主嘴里的人民公仆，更何况试图偷渡进入郾城的，也不只有周边的穷苦老百姓。我们遣返过的人中，也不乏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。今天即使是皇帝亲临，该走的流程也一个不能少。”这次不仅是赵高愣住了，嬴政、胡亥以及随行官员全都愣住了。官员是人民公仆，这简直是倒反天罡。赵高刚想发作，嬴政在背后踢了他一脚，赵高这才冷静下来，压住怒火，对工作人员说道：“我不管什么人民公仆，你这工作效率也太慢了。每个人现场制作进程证明，如此大量的竹简消耗，难道不是一种资源浪费吗？”工作人员这一次终于没有忍住，笑出了声。只见工作人员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沓纸，在众人惊愕的眼神中，熟练地拿起一旁的钢笔，只是过了半分钟不到，就填好了所有信息。工作人员又从柜台上拿起了一个圆形的印章，蘸好印泥，挨个盖上公章。这回嬴政彻底傻眼了，也顾不上刚刚工作人员的大逆不道言论，直接挤上前去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何以如此轻薄？你这手上拿的又是什么？怎么可以不需要蘸取墨水？”身为皇帝，嬴政一下子就意识到了，这是一个足以改变历史的物品。这意味着以前需要足足上百卷竹简才能写下的书籍，用此物替代，只需要一个小盒子大小，这大大降低了知识文化传播的难度。如果加大推广，富国强民，开创史无前例的盛世，也丝毫不是难事。管理员打断了嬴政的思考：“诸位，你们的进城手续已经办理完成，类似的事情还很多，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，还不如进城亲自体验一下，慢慢的就会适应了。”胡亥此时的心里五味杂陈，一会儿攥紧手掌，一会儿又松开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他万万没想到此次出行，本来想借机给大哥安上个拥兵自重、伺机谋反的罪名，甚至还可以用大哥治理不力的理由，让自家老爹怀疑大哥的治国能力。但是现在的一切已经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期，他不但不敢相信，甚至不能理解郾城到底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只能灰溜溜地跟着老爹的步伐走进郾城。不多时，一行人跟着接待员的脚步走过边关。接待员解释道：“几年前，郾城人口不过区10几万，面积也只是个边陲小城。但是随着郾城城主的到来，现在郾城人口已经超过200余万之众。随着人口增加，城中面积也已经翻了数倍。现在如若去往城中核心区域，最方便快捷的办法是乘坐飞艇。赵高冷哼一声，对嬴政说道：“陛下，这皇子扶苏定有反心。”什么？嬴政询问道：“你何以见得？”赵高在嬴政耳边说道：“扶苏近年来一直在聚集人口，扩展自己封地的疆域。他不好好治理，而是一直试图拓展土地面积，还一直大兴土木，制造军火。其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，请陛下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，以正视听。”嬴政虽然也有顾虑，但好在他并不是个昏庸的君主。嬴政走到接待员面前，问道：“你说这几年郾城人口面积都有大规模扩展，可有原因？”当然，郾城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基础建设，而一切发展的基础正是人口。城主大人带领我们开垦农田、伐木、兴建工厂，甚至他还亲自率兵整治刁民，驱除盗贼，经常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。
但也正是城主大人一直以来施以仁政、身先士卒，才能有百姓归心、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。所以说，如此夸张的人口上涨，实则是百姓自己选择的结果。而人口上涨所需面积自然增多，城主大人又亲自带领我们治理沙土，修建防护林，变沙漠为绿洲，最终才能有今天更加广袤的面积和大量的人口。胡亥听着接待员的讲解，更加心惊肉跳。大秦建国至今水土流失和风沙灾害一直极为严重，但想治理也是无从下手。大哥扶苏居然有此本事。胡亥脸色难看地说道：“治理风沙固然好，但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，怎能说是施以仁政？更何况他如此积蓄人口土地，说不定另有所图。要我看，这燕城城主非但不是什么天降圣人，反而其心可诛。”正是，少爷说的有理。大人，您一定要小心了。大人，您一定要小心了。胡亥此言既是泄愤，又是说给嬴政听的，所以声音不小。周围众多百姓闻听此言，瞬间怒目而视，怒骂声不绝于耳。接待员脸色一变，连忙对胡亥说道：“客官，我敬您远来是客，下次万万不可再说这种话。城主大人殚精竭虑，带领燕城百姓过上了神仙日子，在百姓心中就是真正的天降圣人，谁也不能如此无端的辱骂城主大人。您下次再说这种话，恐怕会被百姓群起攻之，到时候说不定连城中护卫都保护不了各位。”嬴政心中疑虑更甚，大儿子居然在燕城百姓心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，说是天下归心也不为过。长此以往，就算扶苏没有反心，恐怕百姓也会和他说天冷了加件衣服。随着众人走进站台，众人看见了一座宏大的飞艇广场，上百座飞艇停在广场上，有无数飞艇正在广场上起飞和降落，工作人员井然有序地忙碌着。嬴政等人再次被震撼，只见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点火，这名为飞艇的东西竟然缓缓起飞，如此神迹，不少随行官员以为是上仙法术。难道这燕城不光掌握了所谓的科技，更获得了神仙的庇佑，获得了飞天之能？嬴政喃喃道。招待员笑着解释道：“此物名为飞艇，并非神迹，而是依靠城主大人传授的空气动力学所创造的交通工具。只需燃烧这气球内的空气，就可上天，速度比马车快上10倍不止。诸位，请跟我来。”招待员将嬴政一行人引领至一辆飞艇前，胡亥状若疯魔，一直自言自语：“这不可能，妖术，都是妖术，必须要降罪，不然将来必成祸患。”众人陆续进入飞艇内，胡亥恶狠狠地用力关上飞艇的舱门，却一个不留神被飞艇舱门夹了手指，疼得他大叫起来，血流不止，血流不止。胡亥捂着受伤的手，扑通一声跪在嬴政面前：“您要为我做主啊！这扶苏居心叵测，在城中制造怪物，肆意使用妖术，还伤了我。若不责罚，将来必会为我大秦招致天谴。”没错，大人，扶苏不好好治理燕城，反而滥用妖术，其心可诛啊！嬴政表情阴晴不定，忧虑之余，也对胡亥的行为感到丢脸。他对胡亥低声喝道：“多大的人了，这么不小心，自己受了伤还要赖别人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赶快起来！”胡亥愣住了，他没想到平日里对自己宠爱无比的父皇，此时竟然当众责备他，心底对扶苏的怨恨更甚。此时一个人从旁边缓缓走来，看见胡亥受伤的模样，表情瞬间严肃起来，连忙询问众人：“客官怎么受伤了？可是有歹人恶意伤人？嬴政说道：“无妨，是我们自己不小心。”来人松了口气，对嬴政说道：“我叫蒙恬，负责整个燕城的安保工作，家父是我大秦的将军蒙武，各位是第一次来燕城，虽然伤势不重，但依然需要妥善处理。不如我与诸位同行，等到了城区，我来指引去医院。”嬴政看来人身形魁梧，眼神锐利，一身武将装扮，心里暗自赞叹道：“扶苏手下居然有此人才。”听见蒙恬自报家门，嬴政心中赞叹更甚。此人身形定然武艺非凡，且彬彬有礼，其大将风范丝毫不输其父蒙武，反而青出于蓝。如此兴国安邦之才，竟然也被扶苏招募至麾下。想到这里，嬴政心里暗暗叹气：我多年以来待蒙家不薄，怎么蒙武之子却对扶苏如此死心塌地？嬴政内心对燕城和扶苏的怀疑更深了几分，决定此行一定要好好探查一番。他对蒙恬说道：“蒙恬将军，那就麻烦您了。”蒙恬安排落座，只见飞艇工作人员点火，随着燃烧气球不断膨胀，片刻之后，气球完全充满，众人感受到一阵轻微的晃动，飞艇起飞。
此时飞艇里的胡亥不顾形象地趴在舱门口，看着窗外的景象，看着地面的建筑越来越小。胡亥喃喃自语。嬴政感受着飞艇不断升空，内心一动，如若乘坐此物，说不定可以飞升至上界，寻得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。胡亥忽然间一咬牙，猛地拍了一下舱门。这飞艇常年在天上飞，不像我大秦的马车，一旦有些意外，也不过是受些轻伤。这飞艇一旦出了意外，从这万米高空掉下去，人肯定是当场毙命。也不知道你们这飞艇开始运营以来，有多少人因此丧生，如此草菅人命，好大喜功。就算有妖术可以飞天，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。此时飞艇恰好遇上气流，舱内微微晃动了一下，胡亥被吓得立马趴在地上，瑟瑟发抖。稍微稳定之后，他立马跪在嬴政面前：“父皇，哦不，父亲大人，这扶苏定然是骗我们上来，再利用妖术要将我们活活摔死。您快下令让他放我们下去，再立刻将扶苏下狱啊！蒙恬看着胡亥滑稽的样子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：“小兄弟，您大可放心，这只是飞艇上升过程中遇到气流产生的正常颠簸，不足为虑，没有百姓因此丧命。您快请起吧，再过1刻钟，我们就可以降落了。”胡亥面色涨红，还想发作，却被嬴政一个眼神制止，只得灰溜溜地站起来坐好。嬴政看着脚下雄伟的城市景观，心底对于扶苏的怀疑已经到达了顶峰。嬴政眼神示意身旁的护卫，只待确认之后，就要将蒙恬当场斩杀，再去城主府问罪。嬴政眼睛死死盯着蒙恬，眼神冷冽：“蒙恬先生，我看如今这郾城城富民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但是每年上报朝廷的财政收入，尤其是军费拨款一直在上涨，不知这城主大人如此费尽心力的发展武装力量，所谓何事啊？飞艇中气氛顿时降到冰点，无论是赵高还是胡亥，都明白嬴政此言的意思。如果这蒙恬答得不好，恐怕嬴政立刻就会要他掉脑袋，而这郾城的城主恐怕也要立刻换人。谁知道蒙恬没有丝毫恐惧，而是指着窗外说道：“诸位请看，10年前这长城还只是用石砖堆砌而成的普通城墙，如今在城主大人的治理下，早就全部换成了青铜制造，其坚固、高大、宽广，比起之前更是翻了数倍不止。先不提军械的更新迭代，光是这青铜长城一项，就阻挡了匈奴入侵10年之久。”胡亥冷哼一声说道：“即便没有这什么青铜长城，我大秦100万铁骑，难道就怕了匈奴人不成？”赵高也立即站出来说：“没错，我大秦铁骑无往不利。如若匈奴人来犯，只需上报朝廷，匈奴蛮夷听闻我大军前来，定然闻风丧胆。这军费支出，他不知道这扶苏在其中贪污了多少。”嬴政陷入了沉思。嬴政心里盘算着，确实，自打扶苏上任郾城开始，确实很久没有听到过北方匈奴入侵的消息了。他心里明白，匈奴人觊觎中原已久，近几年的平静并不是巧合。他原本还以为是因为自己统一中原后，匈奴人忌惮我朝强大的军事实力，不敢再战。没想到当这雄伟的青铜长城出现在眼前的时候，他开始相信这一切或许都是扶苏励精图治的结果。但是这并不足以完全打消嬴政对扶苏的怀疑。不多时，飞艇里的服务人员端着托盘走上来，向嬴政等人问道：“咖啡需要吗？”嬴政好奇地问道：“咖啡是什么？”服务人员露出标志性的微笑说道：“这是一种饮料，能让人扫除一切疲倦，恢复活力，是我们郾城很流行的饮料。”能让人恢复活力，扫除疲倦，难道这就是飞艇在天上取得的长生不老药吗？想到此处，嬴政立刻向服务人员要了一杯咖啡。他迫不及待地品尝了一口，苦涩的味道令他立刻皱起了眉头。但片刻后，嬴政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。不等嬴政从震撼中回过神，飞艇就停靠在市中心的站台。蒙恬指着前方一座富丽堂皇的现代医院说道：“前面这栋楼就是我郾城最大的医院了，请诸位随我来。”嬴政顺着蒙恬的手势看向医院，赵高和胡亥也愣住了。胡亥惊呼：“这不可能！”只见前方郾城第一人民医院修建的豪华气派，比起大秦咸阳的太医令，规模不知大了多少倍。胡亥又动起了歪心思，有些阴阳怪气地对蒙恬说道：“这所谓的什么人民医院，外表修建的如此富丽堂皇，恐怕不是什么人都看得起病吧？说不定这标榜自己是人民医院地方，只是城主的私人太医馆而已。”嬴政正在思索这件事。如果说百姓看不起病，医院修建的再豪华也没有任何意义，只是面子工程罢了。所以听见胡亥的质疑，嬴政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静静等待蒙恬的解释。没想到蒙恬微微一笑，
并没有做任何解释，而是向众人招手，带领众人走进医院。多说无益，诸位请随我来。到底是面子工程还是利民政策？当眼见为实。到底是面子工程还是利民政策？当眼见为实。嬴政在蒙恬的带领下走进了医院。嬴政注意到一个奇怪的铁门，铁门打开，一个老太太走了进去。不多时，只听叮的一声，铁门再次打开，一个妙龄少女走了出来。这是什么房间？难道这里能买到传说中的返老还童丹不成？话音刚落，一个重伤员躺在担架上，被2个医护人员抬下了进来。嬴政看着躺在担架上的人，情况伤得很重，虽然已经缠好了绷带，但整个前胸的绷带都被鲜血染红了。如此严重的伤势，放在其他地方，定然早就放弃治疗等死了。难道说这个伤员只是个衣着朴素的权贵，还是说郾城的医疗系统真的能让人人都看得起病？想到这里，嬴政问道。蒙恬将军，请问这伤员可是什么官家的子弟？胡亥冷笑说道：人已经伤成这样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定然是无药可治，却还被你们强行抬到医院来。看来你们这什么人民医院，不过只是谋财害命、为城主敛财的工具而已。蒙恬微微皱眉：人命关天，请您慎言。这等伤势虽然严重，但是在我郾城并不是不能医治。城主大人建立人民医院的初衷，就是要让人人都看得起病。在郾城，人命比什么都重要，绝不会随便放弃任何一个人的性命。蒙恬说完，径直走向挂号处，拿了一个挂号单。这是人民医院的外科挂号单。蒙恬把挂号单递给嬴政。嬴政疑惑地询问道：挂号单是什么？挂号之后，所有病患根据挂号单上的顺序排队就诊，费用明细、就诊地点也会标明在挂号单上。嬴政还没完全消化好蒙恬说的话，眼光落在挂号单的费用一栏上，眼睛顿时瞪大，喃喃自语道：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只见费用一栏上写着5文钱。5文钱？这怎么可能？胡亥也凑过来看，要知道在大秦其他地方，一次看病少说几两银子起步，5文钱不过大秦百姓的一顿饭钱，怎么会如此便宜？胡亥咬牙切齿，不肯相信这是真的。劳民伤财，我不管，肯定是扶苏搜刮了民脂民膏，都是面子工程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就在胡亥自顾自地发泄怒火之时，他们已经在蒙恬的引领下走进了诊疗区。此时的胡亥还在不断地输出自己的怒火，忽然间一阵大笑打断了胡亥的思绪。只见一旁的病房里窗明几净，2个男人正在病房里下象棋，其中一个武将模样的男人大笑着说道：你是什么意思？有你这么下棋的吗？另一个长须男子冷哼一声：小卒一旦过了楚河汉界，就可以向左右走，这是城主大人改良后的规矩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是城主大人改良后的规矩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武将模样的男人拍案而起：你就是在放屁！城主大人什么时候说过？长须男子冷笑一声：你自己记性不好就算了，还敢赖在城主大人头上。一个护士看见2人要大打出手，急忙焦急地走进病房。2位将军，城主大人千辛万苦发明象棋，就是为了让你们不要再好勇斗狠，安心养伤。你们在军营里就抢士兵、抢物资，到了医院要是还打的话，就真的辜负城主大人的一片苦心了。2人闻听此言，倒是迅速冷静了下来，互相给对方翻了个白眼，重新坐下。嬴政饶有兴致地看着2人的斗争，询问道：蒙恬将军，这2个人看起来是郾城的守军将领，怎么不好好守卫城池，反而在这病房里下棋？蒙恬说道：您有所不知，这2人一个名为刘邦，一个名为项羽，本是我郾城的守军将领，但不知怎么，这2人虽然能力出众，却总是不对付，3天2头就要打架。这一次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，本来以为会被城主大人军法处置，没想到城主大人居然为他们改良了象棋的规则，以楚河汉界为分界线，在棋盘上推演，尽情施展才华。从此之后，他们虽然还是偶尔爆发冲突，但确实安稳了许多。而且不光没有处罚，还让他们带薪休假。城主大人爱才之心可见一斑。胡亥心中一动，立刻趴在嬴政耳边说道：父亲大人，大哥对待将领如此毫无顾忌的袒护，恐怕绝不是有爱才之心那么简单。这种目无军纪的做法，更像是在养死士，好图谋不轨。胡亥跪在地上，朝着嬴政说道：父亲大人，我和大哥血浓于水，我知道他的为人，他绝不是会蓄意谋反之人，您可千万不要怀疑大哥啊！说完，胡亥低着头，装作抹眼泪，脸上却露出一抹阴险的笑。嬴政虽然有些不满，但仔细想想，胡亥所言确实有几分道理。他心里已经浮现出扶苏带领大军攻打咸阳城的场景，不由得内心一阵忧虑。但苦于目前没有证据，
而且一路以来，燕城从百姓到官员，无不对扶苏评价极高。嬴政根本不敢轻举妄动，他内心五味杂陈，没有理睬胡亥的话，而是不耐烦地催促蒙恬带胡亥去包扎伤口，自己则是跑到休息室坐下思考人生。胡亥心底更加郁闷了，这才多久啊？父皇连自己的话都不想听了。与此同时，坐在椅子上的嬴政第一次生出了一个念头：难道朕的大秦真的不如老大的燕城吗？不多时，夕阳西下，嬴政一行人走出医院，感受着丝丝凉意。蒙恬说道：“诸位还没用餐吧？奔波了一天，不如让我带各位去我燕城最大的夜市体验一番。哦，夜市是什么？”嬴政好奇地问道。所谓夜市，就是专门在夜间开设的具有流动性的商业交易地。燕城的夜市主要以各种小吃美食为主，物美价廉，诸位可以在用餐的同时感受我燕城的人间烟火气。嬴政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地方的存在，心里的好奇盖过了对扶苏的忌惮。嬴政问道：“专门在夜间开设，难道说燕城没有宵禁制度不成？”蒙恬点了点头：“不错，我燕城确实没有宵禁制度。”嬴政皱眉说道：“没有宵禁制度，夜间贼人颇多，百姓的安全怎么保障？巡逻人员成本也要增加，这笔财政支出也不是小数目，怎能如此胡闹？”胡亥闻言顿时大喜，连忙向嬴政进言：“父亲大人，大哥此举往小了说，是目无民生大计；往大了说，就是漠视朝廷法规。若只是他治理无方，倒也罢了。但目前的情况是，大哥他肆意篡改政策，漠视朝廷。我也不想怀疑大哥，但恐怕大哥却有不臣之意。蒙恬笑着说道：“各位初来乍到有所不知，我燕城设立有全天巡逻的安保系统，不光是时间上没有治安空缺，在行政规划上，燕城分街道管理，每里都设有安保局，保证在燕城管辖下的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出现恶性事件，都能在1刻钟内到达现场。”赵高在一旁说道：“说了这么多，最后不还是靠着大价钱供养护卫维持的面子工程？看上去好像一片太平盛世，不过是浪费民脂民膏的借口罢了。如此看来，你们燕城的制度远不如我大秦分好。我大秦虽然律法严苛，但效率极高。自从实行宵禁制度，不光治安成本降低，恶性事件发生的概率也少了很多。”嬴政点点头，心里也松了口气。看来自己这大儿子也有犯糊涂的时候。他心里已经想象出自己见到扶苏之后，像之前那样指责扶苏治理不力，扶苏跟着自己乖乖回到咸阳城的画面。蒙恬说道：“您先别急，待我说完再做评判。城主大人在取消宵禁制度的同时，提出了名为夜间经济和地摊经济的概念。我燕城的商业税收上涨了10倍不止，燕城政府的可支配税收更是空前的富裕。与之相比，维护治安的支出可谓是9牛1毛。燕城政府再将富余的财政收入投入到医院、学校以及公务人员工资等方面，如此一来，从基础设施建设再到百姓幸福指数都有了极大的提升，一切都在城主大人的计划之中。”他说：“此为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”胡亥被对得差点吐血，看着蒙恬侃侃而谈的样子，他恨不得冲过去把他的嘴撕烂。嬴政闻听此言，心里刚刚升起的一点自信又被打击没了。他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，就算扶苏没有任何问题，自己也一定要狠狠责罚他。只因为今天的所见所闻实在太过憋屈，让他丢了一天的脸。不多时，夜市就出现在眼前，只见整条街上到处是小推车，人来人往，百姓们脸上洋溢着笑意，各种他们从未闻过的美食香气混杂在一起，让人食指大动。胡亥本来还跟在队伍最后，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，当看到眼前的景象，闻到如此令人陶醉的味道时，他禁不住闭上嘴，口水却不争气地流下来。嬴政两眼放光地冲到一个小吃摊前，指着铁板上烤得滋滋作响的东西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蒙恬说道：“此物名为铁板鱿鱼，乃是我们城主大人带领渔民出海捕捞回来的一种海洋生物，煎制过后吃起来口感极佳，同时拥有一股独特的鲜香味道。”嬴政已经无法克制自己品尝的欲望，连忙命令赵高买一份来给自己尝尝。不多时，铁板鱿鱼制作完成，嬴政也顾不得烫嘴，立刻塞进嘴里大吃起来。不到1分钟，一整只烤鱿鱼就被嬴政狼吞虎咽地吃完了。赵高和胡亥也已经馋得垂涎3尺，看见嬴政享受的表情，他们再也忍不住了，立刻给自己也买了一份。片刻后，赵高和胡亥两人也沉浸在美食的海洋里。忽然之间，一阵恶臭的味道传来，嬴政忍不住反胃，捂着鼻子问蒙恬：“
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如此恶臭？你们燕城的这什么夜市，怎么如此明目张胆贩卖变质的食物？嬴政好好的食欲被这一股突如其来的恶臭冲走了，本来刚刚升起对燕城的一丝好感，瞬间烟消云散。客官，此物名为臭豆腐。据城主大人所说，这种食物乃是一位名为王致和的前辈发明，再配上城主大人发明的名为老干爹的辣椒酱，虽然臭不可闻，但吃起来却是极其鲜美。不如你也来一份尝尝。胡亥也捂着鼻子大喝道：“你这刁民，明明是你们自己监管不力，还如此嘴硬，编什么故事说这是美食？”胡亥面色一沉，露出阴险的笑容。难道说你们伟大的城主大人只是维持夜市表面的繁华，实则已经穷到连变质的食物都要拿出来卖了？蒙恬没有理睬胡亥，而是径自走到臭豆腐摊前买了一份。他拿着臭豆腐回来，自己先吃了一口，脸上露出极为陶醉的表情。蒙恬一边说，一边将臭豆腐递给嬴政。这臭豆腐闻着臭，吃着香，您尝尝。嬴政见蒙恬吃了这臭豆腐，暂时放下心来，一脸嫌弃的拿起竹签，强忍着恶臭吃了一口。他顿时瞪大了眼睛，咸鲜的味道配合着软糯的口感，混合着各种他从未品尝过的配料，无异于一颗炸弹在他嘴里炸响。胡亥和赵高看见嬴政的表情，也将信将疑的买了一份，皱着眉头的吃了一口，顿时如遭雷击。这美食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？怎么会如此美味？就连平时自己在皇宫中享用的御膳，无论是什么山珍海味，都比不得今天吃过的小吃分好。他们只觉得自己的前半生白活了。胡亥一边吃一边流泪，太好吃了，香香糯糯，外皮酥脆，神仙过的日子也不过如此。胡亥好几次想要扔掉手里的臭豆腐，再想办法给扶苏扣个帽子，但是他实在舍不得如此美味的食物，只能一边吃一边暗暗在心底咒骂扶苏。随着嬴政众人向前走，一阵更为浓烈的香气飘了过来，嬴政的眼睛都变成了爱心状，连忙拉住蒙恬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如此摄人心魄？”蒙恬指着前方的一家饭店，饭店牌匾上写着“东北烧烤”。此物名为烧烤，乃是用各种肉类和蔬菜用铜签穿制而成，再放在炭火上烤熟，撒上各种酱料。燕城无人能拒绝烧烤的美味。嬴政、胡亥和赵高已经不在乎蒙恬说了什么，推开门就走了进去。一开门，嬴政只觉得自己口水已经流出来了。只见店里每个餐桌旁都坐满了人，桌上摆放着各种他看不懂的食材，有些食客脸上微微泛红，带着愉悦的笑容，面前还摆着杯子，里面是淡黄色的液体，上面还有一层绵密的气泡。蒙恬带着已经迫不及待的嬴政一行人落座，服务员面带微笑走过来，递上菜单。服务员带着一股浓重的东北口音说道：“您好，咱家柜台自选，明厨明档，您看看想吃点啥，自己拿就行。咱家都老好吃了。”嬴政强压住内心的食欲，擦了擦口水，摆出一副帝王的沉稳表情。在服务员的指引下，嬴政、胡亥和赵高迫不及待地拿起盘子和夹子，看着琳琅满目的各种食材，却一时之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这家东北烧烤店我常常来吃，青椒牛肉串、红汁羊肉串、烤韭菜都是特色，保证各位纯种草不踩雷。此话一出，嬴政感觉自己好像听懂了，又好像没完全听懂，但他也没有多想，不语，只是一味的夹菜。这时候，一位服务员忽然间从旁边冒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一脸讨好的说道：“诸位客官，我们店现在有个好评15字赠送啤酒的活动，请问各位要参加吗？”嬴政一脸懵，将信将疑的接过纸笔，随便写了15个字的好评，随后落座。不多时，服务员将啤酒端了过来。此时，众人享受着烧烤配啤酒，如此美味和周围热闹的人群，让嬴政感叹起来。长生不老的意义就是要享受这样的生活。几杯啤酒下肚，赵高感觉有些口干舌燥。赵高起身想要找水井，看见一排整洁的小便池正在冲水，这水一直在自己流淌，难道这里有泉眼？想到这里，赵高大口喝了起来，只觉得清凉解渴。忽然，旁边一阵哗哗的水声吸引了他的注意。旁边一个路人正一边撒尿，一脸惊恐地看着赵高。赵高立刻扣嗓子，把刚刚喝进去的水都吐了出来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。就在众人继续享受着烧烤配啤酒的乐趣时，旁边忽然传来了一阵歌声。蒙恬自豪地笑着说道：“这是我的弟弟蒙毅，现在整条商业街最受欢迎的驻唱歌手。城主大人专门为他写了一首歌，叫《美丽的神话》。我最神秘的等待，星星追。”蒙毅抱着吉他，
一脸深情的开嗓唱着。在蒙毅深情的歌声中，众人举起酒杯，将一切烦恼抛之脑后。就在众人享受着美食美酒之时，一个士兵径直走到蒙恬身边，说道：“将军，匈奴人来犯，已经临近长城城下。”蒙恬对着士兵低声交代了几句，向嬴政说道：“敌人来犯，请诸位继续畅饮，喝完此杯，我就回来。”敌人来犯，朕怎么能在后方贪图享乐？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朕不装了，朕是大秦天子，朕摊牌了。蒙恬大笑道：“我早就看出来了，陛下您放心，凭借我郾城的实力，匈奴的兵马根本到不了长城脚下，您继续享受美食便是。”不可，匈奴人觊觎我大秦土地已久，屡次来犯，我乃大秦天子，只需我站上城墙，显露龙威，便可吓退匈奴100万大军，速速备马。蒙恬听闻嬴政的话，略微有些尴尬。陛下，郾城早就不用马作为交通工具了，您若是想去前线，我来为您准备一辆我郾城的自主研发汽车比亚戈琴。汽车风驰电掣来到了长城脚下，城墙上的士兵们已经严阵以待。嬴政登上城墙，城墙外上百辆坦克、装甲车已经集结完毕。此时的嬴政看着逐渐逼近的匈奴大军，热血沸腾。忽然，他看见了2个熟悉的身影，刘邦和项羽正并肩站在城墙上，旁边还站着一个战士模样的女人。嬴政疑惑地问蒙恬：“怎么郾城的军队里还有女人？”那女战士回头自信地看了一眼嬴政，直接拔出大剑跳了下去。只听见那女战士的声音在战场上回荡：“皆可是传说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”嬴政愣在原地，这么高的城墙，他就这么水灵灵地跳下去了。蒙恬尴尬一笑说道：“没事的，陛下，木兰一技能有减伤。”还没等嬴政做出反应，蒙恬大喝一声，拔出长矛，全军列阵。能群殴，何必单挑呢？霸王本色，天上天下，唯朕独尊，跟我冲啊！说罢，嬴政就要冲向战场，却被一旁的蒙恬拦住。陛下且慢，您是法师，您得站后排。嬴政感觉自己有点听不懂蒙恬在说什么，但莫名觉得有点道理。此时，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从天上传来，扶苏驾驶着直升机到达战场上空。嬴政艰难地弯弓搭箭，瞄准一名冲在最前面的匈奴士兵，一箭射出，匈奴士兵顿时倒地。他心里暗自得意，这年轻时期的剑术天下无双，如今再一次踏上战场，依然能百发百中，朕宝刀未老，比扶苏这毛头小子强多了。果然，上阵杀敌还得看阵。郾城将士听令，开火！此时密集的炮弹落在匈奴大军的阵地上，100万大军瞬间崩溃，只剩下一地的尸体。不是，这就结束了？长城下，嬴政、扶苏面面相觑。就在此时，胡亥打破了沉默的氛围，他跪在嬴政面前，还要做最后的挣扎。父皇，大哥拥兵自重，您可万万不能被表象迷惑了。他有如此先进的武器，却不与我大秦分享，其心可诛。您快降罪，晚了恐怕来不及了。嬴政心里想：你真当朕是傻子？嬴政抓起胡亥的领子，狠狠给了他2巴掌。胡亥、赵高妖言惑众，来人，带下去贬为庶民。胡亥和赵高被拖走了。我深知胡亥再也无法威胁自己，而改变历史、开创大秦盛世的机会已经来了。我对嬴政说道：“父皇，我努力建设郾城，只待今日。您可愿在我助力之下，将大秦打造成为世界第一帝国？”嬴政没有任何犹豫，对我说道：“老大儿，你说吧，咱下一步去哪儿？”巨型世界地图从城墙上落下，我递给嬴政一把飞镖，对他说：“您指哪儿去哪儿。”嬴政拿起飞镖，用力一扔，我和嬴政走上前去，只见地图上飞镖刺中的地点是罗马帝国。